为了保护外面的小三，这个男人竟逼着陪伴自己15年的结发妻子陆世平向小三道歉，还要将妻子的公司作为赔偿送给对方。而这一切都要从女人带着前世的记忆意外重生的那一刻说起。注意看，这个女人名叫南希，她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过去。潜意识，她被丈夫乔和她的白莲花秘书雅拉联手设计，最终惨死于一场车祸。而现在，她重生了，回到了悲剧发生之前。看着身边还在假装深情的丈夫，南希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寒意。15年的陪伴与扶持，她将一无所有的乔亲手打造成了福斯特集团的总裁，换来的却是最恶毒的背叛。这一世，她发誓要让这对渣男贱女付出血的代价。很快，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上，乔的虚伪面具便开始剥落。他借口去车里拿礼物，实则偷偷与秘书雅拉幽会。毫不知情的朋友们还在称赞乔是绝世好男人，对南希用情至深，甚至还透露乔前几天花上千万为南希拍下了一块翡翠，准备当作生日惊喜。南希心中冷笑，她知道那块价值千万的翡翠最终会戴在谁的脖子上。她不动声色，借口疲惫提前离场，却在停车场撞见了乔与雅拉的温存时刻。那个心机深重的绿茶秘书正假惺惺地表示不想破坏他们的感情，而乔则信誓旦旦地安抚他，声称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原来他们早已勾搭在一起。南希的心彻底沉入谷底，她知道复仇的时刻到了。第二天，乔像没事人一样拿着一份早餐回家，还说要带南希去试生日礼服。然而南希早已通过社交媒体看到雅拉发的动态，正是同款早餐，定位还在自己家。面对南希的质问，乔竟面不改色的谎称是客户家的孩子乱玩手机发的。更无耻的是，他竟然将专门给南希买的生日蛋糕分给了闻讯赶来的雅拉，理由是怕她低血糖晕倒。紧接着，在婚纱店里，乔再次上演了抛弃妻子的戏码。雅拉一个电话哭诉自己被变态叔叔骚扰，乔便立刻丢下正在试穿礼服的南希，化身护花使者飞奔而去，只留下一张冰冷的银行卡。他温柔地对雅拉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保护她。这句与当年对南希说过的一模一样的话，此刻听来无比讽刺。看着镜中孤零零的自己，南希知道这个男人已经不值得她有丝毫留恋。她立刻联系母亲，决定与这个渣男一刀两断，并策划了一场假死大戏，准备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让雅拉彻底暴露，南希故意拒绝了乔让他把自己的金牌律师团队借给雅拉打官司的无理要求。果不其然，乔立刻对他恶语相向，指责他冷血无情，嫉妒心强，不懂得体谅一个可怜的孤女。南希彻底心寒，将计就计地表示，既然你这么心疼他，那我就把一切都让给他，包括你。然而渣男的无耻远超想象，为了给雅拉出气，他竟丧心病狂地将8年前南希被混混骚扰的视频泄露到了网上，企图用南希最痛苦的噩梦来摧毁她。一夜之间，南希被推上风口浪尖，遭受着全网的恶意揣测和羞辱。更令人发指的是，乔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倒打一耙，污蔑是南希因嫉妒而故人抹黑雅拉。他用最冰冷的声音向南希下达了最后通牒，立刻召开记者会，录视频向雅拉公开道歉，并把南希一手创办、发展最快的星光传媒无偿转让给雅拉作为精神补偿，否则他就会让他见识到更可怕的后果。面对这毁灭性的威胁，南希表面上绝望地答应了所有条件。他签下了公司转让协议，并通知媒体将在次日上午9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乔和雅拉以为自己大获全胜，正沉浸在即将上位的喜悦中。他们不知道，一张复仇的大网已经悄然张开。发布会当天，南希并未现身，他的律师走上台，面对无数镜头，缓缓道出了8年前那起骚扰案的真相，并出示了当年的结案报告。最关键的是，律师指出那段被泄露的视频，当年除了警方存档，唯一拥有的私人就是英雄救美的乔本人。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的矛头瞬间指向了那个口口声声爱着妻子，却亲手将她推入地狱的男人。乔这个凤凰男的完美人设，在这一刻轰然倒塌。